你笑时，我也笑了。岁月弯弯，像个小小船，小小的船在天空飘。每次与你互动，我的心被幸福填满。你哭时，我轻声说：“你是第一次当宝宝，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们携手前行，合作愉快吧。”成为妈妈好美妙，谢谢你来当我的宝贝。Hello， 我回来了。主持幸福零距离后，我收到了大家给我满满的祝福，谢谢你们，我真的很开心，也非常的感动。你赶快有一个小 Rebecca and 小 Matthew， 哇，一定很美很可爱。快点早生贵子，多多多多。在这个新的系列，我非常期待跟所有的女嘉宾们大聊妈妈经，希望可以把幸福传递给所有伟大的母亲。啊，给我的幸福问号箱很多，我的天哪！宝宝有干爹干妈吗？他们是谁？宝宝有干爹也有干妈，他的干爹干妈都是我的媒人，因为如果没有媒人的话，我现在应该还没有结婚。我的媒人是我的化妆师 Sean Lee， 我的造型师 Sam Ong， 还有 Jess 和 Edmund， 我的2位好朋友。宝宝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他小的时候关眼睛像爸爸，开眼睛就像我。现在是慢慢的比较像爸爸，但是笑起来的样子就像我，没有眼睛了。谁最常帮宝宝换尿片？我换了很多个尿片了，我可以关眼睛换。现在最希望宝宝先学会叫妈妈还是爸爸？当然是先叫妈妈。如果你先叫爸爸的话，我应该会很生气哦。先警告你哦 ，Baby M。谁是哄宝宝高手？肯定就不是我，是我的妈妈。她每次抱我的宝宝，她就停止哭，可能就有外婆的味道吧。现在我的生活重心围绕着孩子，我正学着放慢脚步，不要对自己太过于苛刻，凡事尽力而为就好了。这么早就约我来徒步，这位艺人肯定非常注重养生和健康。猜得到他是谁吗 ？Hello， 嗨，我是 Sheila。我们人生所遇到小小或大大的挫折，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得更好的妈妈。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怎么样？第一天。当我知道会有幸福零距离2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我想到的，因为我看到他在社交媒体真的是分享很多，所以我是挺好奇还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所以就请他来上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带我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有新鲜空气。我的印象中的苏盖布都是红树林，都没有这种可以徒步的。真的吗？哦，原来他们有改变这么多。因为我是应该跟我老公结婚后第一次来这里啊。你们来这里约会啊？呀，因为我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出国去旅行，我们都是围绕着 hiking。去爬山，所以我们有了小孩之后，当然 we incorporate them into our lifestyle。
我一直知道雪拉是一个非常热爱户外的一个人，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可以整天宅在家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我渐渐的有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就会挺兴奋的，想今天可能可以带他去海边走走，很希望每天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带他去。我喜欢带我的小孩来这样的环境，因为他们，尤其你的儿子的年纪，他们的感官都在发育，所以他们的触觉、听觉、嗅觉、视觉都蛮敏感的。所以带他们去不同的地方，看不一样的东西，听不一样的声音，会勾起他们的好奇心。比如说，来看到这个网，我就会问他，哎 ，Do you know that？ 其实这个网它不是绿色的。它其实是褐色的 ，but the algae will grow on it。哇 ，OK， 其实我也没有去想那么多的，我只是后悔的，你后悔，肮脏这样。你现在停下来，你听一下，有没有听到 cricket 还有 cicada 的声音？你听到吗 ？OK， 我只知道什么是 cricket， 你听到了吗？它是平时在公园、在家、在就是。CD 你会听不到的声音。OK， 我觉得你真的很好，你可以来我的家教一下我的小孩。哇，现在晒这太阳真的是我20多年前印象中的苏埃婆罗，红树林 ，vitamin D， 救命啊！很久没有晒太阳了。这个叫做Eagle Point， 这个是其中一个打卡的地方，因为这里偶尔会有老鹰飞过。我真的，其实这里拍照是挺美的。哎，我们拍一张照，这边蛮 Insta worthy 的，是不是要0.5？0.5，我会。有没有少女感觉？有没有什么少女的感觉？再讲一次，少女感觉。那里就是 Malaysia 哎，这么靠近。哇，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很舒服哎。哇，空气很清新。对呀。啊，是不是开始有点享受了？有。Rebecca 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 enjoy 待在大自然，但后来他就 can connect with nature, feel quite comfortable， 所以挺好的。我开始体会到大自然的美妙，呼吸新鲜空气对你的身心真的很好。我发现哦，我们的人生的后半段，也不是后半段，我们的人生经历蛮相似的。怎么相似？就是跟我们的老公遇见了没有多久就结婚。其实你那个时候你要结婚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新闻，哎，雪拉认识她的男友不到1年就结婚 ，I'm like， 说呢 ，must be pregnant。哎，对，我自己对呀。我看到你的时候，还要跟你讲 ，actually， 我们这个年龄来遇到对的，不用怕拖太久了。因为感觉对了，你就 dating 可以留在最后。对，可是你很快，你也没有机会 dating， 你现在儿子也生出来了。对，我觉得老天对我很好，就不到6个月，我就知道我怀孕了。但是当下我怀孕的那个心情，其实不是完全的。非常的喜悦，又或者非常的开心。因为你没有 expect 到，是不是？第一是没有 expect 到，第二是我发现我怀孕的时候，我爸爸刚过世。哦，刚过世不到5天，所以当下的心情是你是开心，但是你又，如果爸爸在，那该多好。所以你结婚的时候，你爸爸还在世。身体真的不是很好，但是他还在呀，那个我觉得是重要的，至少他看到我嫁出去。我觉得那个也是他在盼望，在等待。觉得很难过，有点惋惜，因为我爸爸没有机会看到我成为一位母亲。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好像陪我去吃早餐啊，就会做很简单的东西，比如
OK， 比如我们去吃早餐，盖亚肉蒂啊这些东西，他都会 ，sorry 啊。我从小跟我爸爸常一起做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会去找美食，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吃货，所以我们会到处找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吃早餐，他就有跟我提过啊，他好期待带他的孙子去享受这些我们本地的美食。我就觉得有一点他没有机会做到，但是我相信他看得到。我觉得他是知道的，所以他才会安心的。OK， settle 了，我这个 problem in the child， 就我可以终于放心了。我觉得你很幸运，因为我结婚之后 try 了2-3个月，那时候我很感激 Diana Sir， 他就有通过 Dexter 跟我说我们的发型师。他讲如果真的想要怀孕的话，先去做一个 fertility check， 就发现我的子宫里面有很多水流 fibroid， 然后如果不切除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怀孕的。它是多到就是切出来，它放平的话 is 22 cm。收很多很多，那时候医生有说切除那个水流之后就不能自然生产。我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我是跟自己说我要 non-epidural 的，就是要 natural as organic as possible， 就是那种。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现在回想，我觉得其实宝宝健康最重要。对，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其实心态会有改变。而且我觉得孩子的来临就是要教我们妈妈的。要如何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比如你之前是要 non-epidural， 什么都 natural， 但是你的宝宝在提醒你，妈，你 OK， 没事的，没关系。对，mom。对。那你觉得你当妈妈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可能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就是一切都是you know go with the flow。可是有了小孩之后，我就会想我的行为、我的想法，一切都会影响小孩子的未来。所以我就会比较注意这些东西。因为我以前的脾气很不好，然后蛮容易完全不相信。我印象中的学他是开心果。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一些困境，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我很欣赏他那么愿意分享。我是蛮容易暴躁的人，然后蛮容易我开心的时候很开心，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就很容易发脾气。So not very regulated. Actually, 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一直在慢慢学习的，慢慢改变。其实我觉得孩子不笨的，他们很容易可以看穿你。对，你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是你是假装讲而已对，所以那个真的很重要。所以你讲的要做一个更好的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当母亲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对我的妈妈更有耐心。对，之前可能我对我母亲、你的家人、你最亲的人会有点不耐烦啊，但是当了母亲之后，我就以另外一个角度看我的妈妈，我知道她很辛苦，而且你会更加的珍惜她，然后她做的每一点点的小事，我都会 Thank you, Mom. I love you. 幸福零距离是我回来工作的第一个节目，所以回来拍这节目的时候是挺有压力的。但是压力不在于我的宝宝到底怎样，因为我知道我家里会有人照顾他，所以那个压力是来自我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想呈现我最好的一面给大家，这是我觉得当一个艺人的责任的一个要求。我一直以来都给自己的要求很高，希望可以给家人最好的，然后在工作的岗位希望可以表现得最好，所以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我都一直以来都OK, I can do it, I can do better。压力是在于我还没有到达我最佳的状态，
不管是身材方面，我觉得心灵上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工作的状态。所以一直有一点困难呐，你的宝宝，而且现在这么可爱的阶段，要离开他是不容易的。那个是不容易的。其实我跟你分享，我今年回来参加红星大奖的一个经历。那1个星期之前，你那时候是生了多久后？2个多月。晋升为新手妈妈的林慧玲，产后首次亮相。一开始是挺兴奋的，因为终于可以出门啦，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很久没有化妆了，所以开始的心情是兴奋的。但是到彩排的时候，你记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你，你来工作你是有什么 logistics， 要准备什么？因为我们要准备乳奶嘛这些，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担心，需要考虑，会紧张。但其实一开始就已经非常难找到衣服了，因为我已经不是 sample size， 他们给我他们最大件的，我也挤不进，所以我的自信心已经是在最低了。然后要走红毯之前的那一刻，我在后台听到有人讲，他好像一个大青苹果走来走去。我很想转头看是谁，但是我告诉自己 ，OK， 不要受到影响 ，OK。很讨厌呢。Just breathe in， 然后走红毯。Rebecca 是一个在工作方面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永远都是100分。我觉得生小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它不应该导致他对自己没有自信。如果是你说的，要好好的去反省。我是用了大哭一场，来把这一切给忘了。我当时也是忘了，其实我刚生了一个孩子2个多月，我干嘛对自己那么的苛刻？但对于身材这件事，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批评我的身材，我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就是很多年的时间，才慢慢的接受自己，接受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苗条，而且不是标准身材的一位女性。但红星大奖之后，我就是这一切我全都忘了，要重新开始学习。我觉得不管你做得多好，肯定会有人讲，对啊，肯定会有人不喜欢，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对，做好自己，问心无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现在有了孩子，他天天都在提醒我，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每天都会改变的，妈咪，你尽力就好。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我有发过一个简讯给你，因为我看到你的 Instagram 你有分享你煮东西给你的2个女孩，是，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有营养，你可以教我怎么做吗？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当妈妈的一些小的一些分享，我们之后就变得比较亲一点，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合作过嘛。你的口有这么大吗？我们到现在才有缘分在一起，缘分来了 ，It's OK。因为你的宝宝要开始吃副食品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怎么样准备给他吃的健康一点。前6个月就是喝 milk， 对不对？就喝奶，然后之后就开始是 solids。说 solids 就是有分成2种，那时候我也是有问你，就是 baby led weaning 还是 traditional weaning。baby led 就是自己用手抓，然后吃的东西会比较固体，然后很乱的那种。也那个乱是 process， 它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对，要看孩子。对。然后 traditional 就是 puree 啦，就是把一切都搅成泥状。所以我的宝宝本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要 baby led weaning， 就是完全是自己吃，自己选要吃什么。对 ，baby 吞食是一个过程，所以他会有一点要吐，因为他不习惯嘛。然后我妈妈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他还是要吐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妈妈就很紧张。所以后来她就用汤匙就喂粥啊什么的。So that's the end of my baby led weaning journey。现在呢？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掺杂。刚怀雷了的时候，我的给自己的米生是他在1岁之前要尝试100样食物，哇，100 items，including herbs 啦，这些都算，exceed and more，哇，所以他吃东西还挺好的 actually。Why market？
No, it's called inspiring. OK, inspiring。我今天要做的是肉饼。我为什么会 create 这个 dish？ 是因为我想要让他们 try 紫苏叶，所以其实这个是主角。紫苏叶的味道很特别，然后在其他的蔬菜里面找不到这种味道。对，所以我在 create recipe 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会想让他们尝试不同的。口感，然后让他们是不一样的味道。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煮给雷拉的是什么吗？我第一次准备给他吃的其实是牛油果 avocado， 但那天那个 avocado 太深，所以太硬了不能给他，我就给了红色的龙珠果。哇呀，反正他也挺喜欢的。第一次吃东西就吃红色的龙珠果是挺，所以他 next day 他大便出来，我要吓死了 actually。所以你就直接这样给他吃。如果它很小，你可以把它捏成泥状，或者你可以切小块，然后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就吃上面，它下面可能会太硬，它会吃不到。现在我们来准备那个肉。OK， 你帮我切哦 yes， 这个 wakame 可以吗？ OK， 可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制造你自己的食谱的？有了小孩之后咯，我每次现在会出去吃饭，我都会想这个味道很特别，我想要 try to modify， 就是小孩子的 version 给他们。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当了母亲之后，你到哪里做什么都一定会想到你的？真的会耶，我会想他在家里现在在干嘛？哦，来睡得好吗？在玩什么？真的会，你不会吗？我是不是有问题的？没有在想，我起初还以为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始分心，就会在工作的时候开始想宝宝，但是开拍到现在，其实，camera 一 action， 我就是完全投入在工作中，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去想宝宝。这个节目，我的儿子大的时候，我可以给他看。他知道，其实妈妈没有在想他。深色调。OK， 我现在要把这个裙带菜放进去。以前其实我吃东西，我本身吃东西是蛮重口味的，但自从当了妈妈，我煮的东西都不会用 additional seasoning。所以你帮他们煮的比较健康，你自己也吃的比较健康。对，现在打一粒蛋下去，打鸡蛋主要就是可以凝固。然后如果要它漂亮一点，其实也可以放 carrot。我上网有读过一个 rainbow， 对 Rainbow 说这个是我的 mother-in-law 教我的。我家婆说，其实我们吃东西那个蔬菜要 eat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开始的时候我煮给雷乐吃，我都会一直在想 ，OK， 今天要放什么 purple 的，我还没有放。purple 的东西不多，不多，可是有 purple carrot， 然后有 purple cabbage，所以我就会以这样的想法去 design 那个食物。所以为了给他们尝试不一样的味道，就可以加一些的五香粉。其实这样很好哎，他们尝试很多不一样的食物，然后长大了就不会那么的挑食。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investment 咯，因为现在我带他们出去吃饭，超容易的。然后这个是 garlic powder， 觉得你会给你的 baby led weaning 还是 traditional weaning？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所以如果我的家很乱还是很脏的话，我是受不了的。如果他把 avocado 丢在墙墙壁，壁上就 OK no more， 就是 traditional only 这样子。另外一点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去 staycation 的时候，我就有准备这些泥状的东西，已经冻好的，然后带去酒店，然后我就发现哇，酒店的冰橱是不冷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怕它的食物会坏掉。结果呢？结果真正出国的时候，我就决定 OK 买 food pouch。你出国要带什么东西？床，自己的床。你家里有吗？还没有。然后就要想吃的东西。要带 steamer？我没有讲真的，你有没有带 steamer？我有。我是买 portable cooking pot。哦 ，OK。在我还没有小孩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很 fast free 的人，一个背包我就可以去旅行了。所以你去旅行要带几箱行李啊？我们去年去了北海道，没有去东京，所以是2个不同的天气，带了6个行李，我要晕倒了。我的老公一开始也会觉得哇，我超夸张的 ，Can we just travel like that？ 他有跟我说很多次。没有办法，真的很多东西要带。我就跟他说，如果去到当场没有的话，那怎么办？但就以防万一 ，just bring everything 啦。
你会要带你儿子去哪里吗？我其实就打算年底带他去泰国，哦，因为我朋友要结婚嘛。挺好的，靠近。Before 我选酒店，我会看附近有没有 supermarket。哦，哇！除了看周围有没有超市，还有什么要求吗？现在有了孩子之后，通常去旅行就会看那个厕所，厕所大不大？因为他们睡觉之后，我跟迪奥就要躲在厕所吃饭。有点惊讶，然后又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觉得挺有情趣的哎。我希望我不需要到厕所吃饭，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这么做的话，肯定我一定会想到谁啦。雷勒是一个超级 light sleeper， 我们在房里是要就是 tiptoe around the house， 很 stressful 的，所以在厕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be more relax， 不需要这么紧绷。很可怜哎。因为我的小孩是 sleep train 的 ，sleep training 就是教他们怎么样自己独自，不需要拍啊，不需要摇啊，不需要抱，这样子自己睡。所以他是在一个 pitch 大房间，然后 sound machine everything。我为什么会决定要 sleep train 我的小孩？是因为雷勒在11个月大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几乎每1个小时都会起来，然后都会哭着要我就是去哄他睡，他才肯睡。哇，你现在感受到 regression 对不对？啊，对。所以你的小孩睡得着，你是很开心的，一早睡到天亮就好了。看来你以后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的。来喽！哇，谢谢。香喷喷的肉饼，也很期待尝它的味道。我挺惊讶的，就你没有加盐，没有什么，但是那个味道真的很香。裙带菜本身就有一点点咸味，然后它再加上那个紫苏叶的香味，我们都吃不到有豆腐的味道，因为它对，完全没有。它只是让它的口感比较软。还有，你等一下尝一尝这个茶，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叫补气茶，喝了好像有比较精神。可是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读那些 pregnancy book？朋友介绍我都会去读，哇，然后但后来我觉得好像都没有用。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在教育或者饮食或者生活方式，最重要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家人的平衡点。怀孕的时候，其实我有尝试读过这些怀孕的书，但是我一本都没有读完。我比较喜欢跟妈妈们聊天，从他们的分享中，然后就学习一点点东西，然后就知道一些新的科技啊，还是新的一些想法，从他们的亲身体验好过读书。还没有当妈妈之前，我蛮 judgmental 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很小的时候就让他的孩子吃冰淇淋，我就为什么你要给他吃冰淇淋这种东西？这不是我就念，一直念，身体不好啊。对，我就一直念他。后来他就说，你懂，我的小孩什么都不肯吃，他肯吃冰淇淋，我有一些 calories is better than no calories。后来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就跟他道歉。没有当妈妈的人，可能外面看是很容易，真的当了妈妈，你才知道那个困难在哪里。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妈妈一直有跟我讲，别人的孩子不要去骂，别人的孩子你不要去教，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在经历什么东西。这个是我当了妈妈之后我才懂。所以其实当妈妈需要很多门知识，孩子在学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妈妈也同时在学习。辛苦你了，也辛苦你了 Cheers， 加油，加油。你知道我最喜欢就是户外活动，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乌节路，对不对？对啊，最适合就是去野餐。野餐，对啊，在澳洲野餐，走吧。哇 ，surprise， 很有 glamping 的感觉哦。对，是不是把你吓到了？对，原来是室内的。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更精彩，到底有什么东西？ta-da！
哒哒，这是看到了吗？哇 ！Oh my gosh， 看，吓到！他在换 Hello Hello 呀！我没有想到会有一只猫在这里。看，它很贪吃。你家里有养？掉了。我家里有2只猫。其实我觉得有养宠物挺好的，因为会教小孩有一些比较多的同理心。其实你知道吗？在林乐出事了之后，大概他在学坐的时候，我的猫一直守护着他的。我有一只猫是一直都会在他的背后，然后。然后那时候他在学坐嘛，所以他会有时候忘记，他就会往后仰。然后我的猫都是把它当成他的枕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猫的话，我想它应该会撞到头了。而且撞到头部是你知道很危险的。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我的家公家婆家去，然后他们家里有3只小狗，看到我的宝宝跟3只狗互动的画面是真的太可爱了。对，很可爱哎。所以每次我的老公都会讲，Shall we have a dog? No， 这个真的要想清楚。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孩子长得比较大的时候，我才会考虑一下。我小时候是跟狗一起长大的哦，所以我很喜欢就跟宠物成长的过程。像你，我觉得同理心会增加。还有就是责任感吧，因为你有那个责任要遛狗啊，然后狗拉屎啊还是什么的，你都要清理，这些都是我的妈妈不会帮我们做的，都是我们必须自己清。Hello，so cute。你可以找你的 IC 在哪里吗？啊，这边。爆米花，因为你的眼睛像泡泡。OK 啦 ，relax 啦。跟大家打招呼。喵。他不想红。你很紧张。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怕猫的，因为以前我的钢琴老师的猫一直抓我。我钢琴老师家里有养一只黑猫，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它都会很凶的叫，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就很怕猫。所以真的带你来这里是惊吓，是惊喜跟惊吓。我不知道 Rebecca 是怕猫的，会来第一份工作我就要带她去这么可怕的地方，把她的童年阴影给勾回来。Hi, we're friends, okay? Hello. 她要 smell 你，她要 smell 你。Smell me. Smell me. Oh, is it her? Don't touch the dummy. Okay, don't touch dummy. That one okay. The one, the popcorn very okay one. Popcorn. Then I put there, you touch ah. Okay, or you just put on me. I try. I put on you. Don't want ah. Try. A bit too. Quite proud of her that 她有尽量的去克服对猫的阴影。我觉得哇，太厉害了！当妈妈就是伟大。幸福零距离2，帮我克服我对猫的恐惧。耶！成功！哇哦！请坐。哇！OK， 我真的没有想到乌节路一个室内的购物商场，竟然有一个很户外感觉的 cafe。对啊，很舒服，对不对？其实我一直想要带我的小孩还有我一家人去露营，但现在 Skyler 还很小，所以在等他再大一些的话，我们就会开着 camper van， 然后想要去露营。我可以想象你全家人一起去露营的感觉，你们想象不到你自己的全家去露营，还想象不到。其实从 COVID 开始，常都去公园野餐，在那里也遇到了很多同样年龄的小孩，然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在野餐的时候，我都会让我的小孩就赤脚在草地上走。我觉得这样子一来可以让他们又是 sensory， 而且也会让他们没有那么害怕就是脏兮兮的东西。我想问你，你跟你的孩子，你们有没有举办 team party 的？哦，雷乐的4岁生日将要来临，我就问他，今年想要什么样的主题？他要 camping 的，他要 princess 的。我最怕的就是 princess party， 他就要 princess。他满月你们有庆祝吗？
我们的 immediate family 这样子庆祝，可是就没有举办大的派对。我也一样，其实他满月我是完全没有庆祝的，因为我都没有那个心情去庆祝，很累哎，而且你的完全你的状态不佳，对，所以你也没有做100天吗？100天也是，其实状态也不是很好。像你这样哦，小型在家里，然后我的妹妹是迟我2个星期生嘛，所以我就延迟我的一起庆祝。那我想要考你一样东西，你知道什么叫做抓周吗？抓周，来带进来吧。哦 ，OK，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这个就是你的儿子的未来。那你知道这些不同的 symbol 是代表什么吗 ？OK， 这个当然是蛮明显的，就医生，这应该是音乐家吧，然后会计师、画家，这个我就没看过。这个是什么 ？Actually， 哦，你也不懂。远远看的时候，我会是马来人，就是想当新加坡的总统。马来人。我的2个女儿都在1岁的时候他们选了什么？有抓周，然后幸好他们都没有选择什么当艺人的啦、microphone 的都没有。大女儿选的是会计师，就是 abacus， 然后小女儿选的是 calculator。你有没有期待他们长大成为还是做什么工作吗？尽量不要在幕前，我觉得在幕前我觉得会有一点辛苦。那如果他们真的很想当演员，妈咪，求求你，我真的很想当演员或模特，你会做什么？我会说 ，OK 咯，go for it。当演员虽然会受到很多批评，但他也有他好的地方，就是他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很在意小孩的心灵，因为我希望他们有自信，从小把这个自信要建立得好，然后你就算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还是相信你可以的。我非常了解你的意思，因为我看到我的宝宝这样，我会觉得，哎呀，怎么永远的保护着他？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这个社交媒体，我们的小孩，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长大，他们不会像我们的童年一样的天真，是那么的简单幸福。我本来是不想要有孩子，是因为这一点。真的吗？对，我觉得我没有那个信心，永远的保护我的孩子。我们的责任不是永远保护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的父母也没有一直保护着我们，我们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了一些 roadblock，它才会让我们长大，然后让我们变得更有自信，让我们变得更坚强。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跟你孩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关系。所以希望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回来跟你诉苦，然后家可以当做是他们的避风港。真的。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常常跟自己说，以后我当妈妈，我一定要当一个不会跟我的小孩有代沟的一个妈妈。可是现在我连 TikTok 都不用了，怎么办？所以你是不是从小就已经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妈妈，我要有自己的家庭呢？对，从小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想 ，OK， 我24岁的时候就想要结婚，然后26岁的时候就要生小孩，结果35岁才遇到我老公，就 That's life。虽然那3年都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但我真的很忙的。尤其现在雷勒是那个可以上 enrichment class 的时候，他星期1到星期5都有 enrichment class。所以你帮他安排了什么课程呢？星期1上中文课，星期2上美术课，星期3芭蕾舞。星期4是音乐课，钢琴，还有小提琴，还有游泳。哇 ，OK， 星期5的，星期5休息，星期5 weekend relax。long weekend 啊，那有 long weekend。
我第一反应是，哎呦，不是我想象中的 Sheila。我跟你说，我以前我会问我自己，为什么小孩子这么小就要去读书？为什么不可以 just enjoy their childhood？为什么你从那个我完全不想我的孩子有任何的 enrichment class 到现在安排那么多？因为雷勒很喜欢，我这样讲人家不会相信，但他真的很喜欢。他只有唯一一个课程不喜欢的就是 Chinese class， 我就跟他讲 ，Sorry，this is the only one I cannot take you out 。他安排那么多是因为他的女儿喜欢，那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有心，因为安排那么多课程，其实对父母来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要安排时间啊，要帮他准备啊，然后有很多不同的 logistical 的问题，所以他一心想要给他孩子最好的。我觉得满满的母爱，我真的是感受到。所以那3年你忙着当他们的经理人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想念工作？其实我没有，因为我很享受跟他们在家的时光。离了4个月的时候，我就有去拍戏，那段时间都不在家。我发现他8个月的时候，他已经会爬了，会自己吃东西了，然后这些我都没有机会陪在他的身边，我就决定 OK 不要了啦，够了，就已经想要留在家。你在衡量工作跟孩子，觉得孩子比较重要。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多父母可能都很想要这样，但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或许工作不允许。其实我很庆幸，很年轻的时候就存钱，所以允许这段时间可以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记得其实我怀孕的时候，我们有一起出席一个新传媒的圣诞派对。然后你就问我，我的打算是什么？我生了孩子之后要几时回来工作？你还有问我6个月 OK 吗？OK 吗？对。然后你讲6个月太短了，至少1年。但是我了解你为什么会跟我这么说，因为真的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太快了。对，而且除了看他们，你会看自己的人生也真的会改变，你对自己的价值观会改变。对，因为我那段3年的时间，真的完全全心投入陪着他们，所以我没有愧疚。我现在回来工作，我觉得是我的私人时间，我会很享受跟同事、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然后回家，我跟小孩都很想念彼此，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很愉快。我觉得现在你跟孩子真的是 quality time。其实这个 quality time 不长的，因为他们一下子就长大了，所以你要珍惜，好好珍惜。好，不拍了。我在网上有看到这段话 ：As a first-time mom, you learn to be a mom. 然后 as a second-time mom, you learn to let go. 真的，我真的有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所以我现在才可以回到工作的岗位。其实我跟你是完全相反，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太 relax 了。哦，呀，我每天就 go with the flow， 享受那个过程，很好啊。有什么 milestone 什么我的，我不懂哎，什么来的，我真的不懂。有时候他哭的时候，我会跟他讲 ，Bis， 我是第一次当妈妈，你也是第一次当宝宝，所以我们互相合作，可以吗？这个是我在怀孕的时候一直跟雷勒讲，我一直跟他讲，我知道你快要来了，你可以你说我们互相沟通，互相学习，我什么都不懂的，你要教我，我也是一直这样跟他说。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妈妈是超人，但其实我们忘了，其实妈妈也只是人，妈妈都是被逼成超人的。我当了妈妈之后，我了解到，其实这个路程真的很长很远，里头会遇到一些快乐的事情，也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无论是什么，小孩子很快的就会长大了，所以最重要就是享受当下。只要享受当下，一切不如意的事情也会变得很快乐。不要一直跟随别人的脚步，一定很辛苦。要学会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把重要的为重心。培养孩子，同时也在培养自己。
誓言。